1945年的深夜，我自己一个人在漆黑的森林里疯跑，那种压迫感使我头皮发麻。我大概知道追我的是什么，我却不敢回头，慌忙择路地冲进了一间木屋。那下一秒，那恐怖的东西就扑了过来。猛地醒过来，原来是噩梦。我躺在医院病床上。哦，对了，我的名字叫约翰·莫里，人称外号猎犬莫里。我是一名私家侦探。之前在破获红鞋谋杀案时，我在暴雨夜跟凶手在屋顶搏斗。摔下来了，留了点伤，在这躺了好一阵子，才在这个医院里面住了一段时间。护士进来滴药病，说明身体没大碍呢，就能够出院了。这些药物也有些能缓解噩梦后遗症的。我这才想起来，那些追杀的幻象都是后遗症闹的。我原本在侦探事务所有一名秘书佩妮，帮我保管一些医疗物品、衣物和财物。可是，在他来信中，我发现已经欠了他3个多月工资了，人早就走了。另外还给我留了一张纸条，有位夫人委托一个案子，等我出院之后呢，让我值班办公室。我的办公室简直是福尔摩斯同款，2层小楼，陈设也很接近，透着一股复古侦探的味道。刚到没多久呢，委托人就来了，她是一位伯爵夫人，气质优雅的不像话。她所要咨询的案件是20年前女儿艾洛迪遇害的事情。即使在叙述这件事情时，她的脸上也没有看出太多波折，只透露着她对这件事情藏不住的执念。她说当年警察抓了2个盗贼顶罪，但她坚信人不是他们杀的，出手阔绰得很，直接甩了3万英镑预付款，并且说破案之后还有3万英镑。我赶紧追问细节，夫人说案发当晚庄园里只有他、仆人、有一位客人，还有女儿艾洛迪。他当晚吃了安眠药，睡得很沉，什么也没听见。更奇怪的是，听他所说，艾洛迪生前非常喜欢画画，可是他的画展在展出时被很多人投诉，说是让人看着不安，哪怕是成年人都觉得瘆得慌。本来这画展的主要受众人群是未成年人，但没想到成年人也有点遭不住，整个画展就办不下去了。一个小孩子的画能让人产生恐惧，这事本身就透着诡异。带着一肚子疑问，我直奔案发现场，废弃的布鲁姆斯伯利庄园。一进门就被吓了一跳，门口挂满了艾洛迪的画，全是负面恐怖的内容，看得人心里发毛。这个庄园已经荒废多年了，到处都是灰尘和蜘蛛网。1945年的复古设定配上这样的阴森范围，非常有代入感。可我却越逛越疑惑。伯爵夫人让我查案，怎么庄园里到处都是一些谜题呢？好多房间不是被木头封死，就是要找钥匙解密码才能进。其中一个谜题让我卡了好久。在房间中的族谱里有4位先祖，他们各有各自的职业工具：爱冒险的老头，行医的女医生，擅长钢琴的大小姐，观察星系的天文学家。我一开始以为是2两配对，将可能的夫妻2人头像相对就行了。折腾半天才发现，得把这些雕像转正对着他们生前使用的工具，才能打开隐藏房间。可是在这款游戏中，这样的解谜，你只有把雕像和工具4个都对应正确，才会有一个反应。像别的解谜游戏，可能你1对1正确了之后，也会有一个很好的提示，比如有什么光线啊，有什么声音等等。那这种游戏呢，只有你最终的解谜正确才会有反应。当年庄园里有一位管家，他在案发时突然提出了辞呈，辞呈的内容说是他受不了艾洛迪的小姐，他有一些问题。明明待遇这么好，为什么工作多年的管家会离开呢？更吓人的是，侦探在庄园里调查时总时不时冒出一个野人的黑影，有时候会脸没看清就消失了。再偶尔配上空旷的庄园回声，会吓得玩家一激灵。在庄园的大厅中，居然长了一棵大树，我当时就嘀咕，这不会藏着什么邪教祭祀的事吧？这解谜的深入，更多诡异的细节浮出水面。厨房中有一把带血的剪刀，艾洛迪的房间上有被锥子刺伤的娃娃，散落的塔罗牌全是死亡、邪恶降临的预兆，怎么看都透露着不对劲。夫人日记里的内容更为关键，案发当晚她听到脚步声，自己躲起来，看到一个黑影上楼进了艾洛迪的房间。等我来到这个房间，通过证据比对才发现，当年伯爵夫人根本没有吃安眠药，但是她冲到女儿房间时已经晚了。黑影正在拿着刀频繁地刺向艾洛迪。后来伯爵夫人将凶手打伤，凶手也顺势逃跑了。在后面的调查中，我们发现凶手从后花园离开的，在喷泉附近留下了血手印，他还扔掉了带血的衣服和凶器。顺着线索，我们找到了艾洛迪和神秘人沃尔科的秘密。他们俩之前都在精神病院待过，似乎是没有完全治好就出来了。2个人在精神病院相识相恋，沃尔克总是说有个男人在追杀他，这个人可能就是黑影。感觉沃尔克似乎有精神分裂的症状。而艾洛迪的画中偶尔也会出现海洋、船只的元素，暗示沃尔克之前的职业可能是水手。接下来的调查地点，我们来到了2人关押的那间精神病院。这件案子已经是20年前了，这个医院看起来已经荒废很多年了，可是呢，整个医院却是灯火通明，甚至有些机器还在运行，却空无一人。地上呢也有些血手印。在调查过程中，总感觉有个黑影在远处盯着侦探，却从来不近身过来攻击侦探。这时，伯爵夫人突然打来了电话，
说是有神秘人在等待着玩家。我当时游玩感觉是富人会不会是想把侦探套进这个案件里面了？在整个的调查过程中，原本使用的煤气灯坏掉了，有些场景会显得比较黑暗，而去往3楼的楼梯因为年久失修坏掉了，所以我们开始只能在1层跟负1层进行调查。发现地下1层是一个关押重症精神病患者的地方，最里面的是电疗室。当我们从电疗室出来之后，又发现那样一个野人的黑影角色在这里出现了。可是当我们躲进房间的时候，他就不追了。我们费了好大劲修好电梯，在整个楼层就可以随意调查了。我在3楼找到一些关键证据，比如说艾洛迪在这个精神病院治疗时曾被一个医生性骚扰，还好有一个正直的医生对他进行了制止。而沃尔克的精神分裂在医疗记录里面也记得明明白白。当我们来到3楼，找到了沃尔克当时的房间，整个房间都布置得像是船舱一样。而我们按照病历的指示，发现沃尔克生前经常借阅的一本书，那本书的名字就叫做《沃尔克船长》。那么等我们来到顶楼，才发现事情的一些真相。原来艾洛迪发现，只要让沃尔克坚信自己是一个船长，他精神分裂的第2人格就不会失控。所以呢，就特意把他的房间布置成了船舱的样子，还让他总看一本叫《沃尔克船长》的书。不得不说，艾洛迪作为病人，这招比医生管用多了。看起来2个人症状都稳定了不少，才一起回到了庄园。那可没想到呢，有一天晚上，沃尔克还是失控了。而来到这里时，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，那个黑影会不会就是自己？毕竟一开始梦中出现的森林里追杀我的野人，跟这黑影长得很像，而且不管是梦中还是在现实中，这个黑影都没有真正的袭击过玩家。看起来这个黑影实际上是主角的一个人格浮现。等我解开谜题，回到了第1天醒来的医院时，这里依然是灯火通明的，很多医生都在工作。我绕过他们的巡逻，进入自己的房间。在我的房间里发现了一本小说，约翰·莫迪《红裙子谋杀案》，这不就是我的名字和我破的案子吗？怎么它是一部小说呢？那么玩家到底是谁呢？伯爵夫人突然出现了，她揭开了所有的真相。原来20年前杀害艾洛迪的就是沃尔克的第2人格，而玩家扮演的侦探根本不是什么侦探，约翰·莫利就是沃尔克。在当年，艾洛迪把玩家洗脑成船长，顺利的通过了精神病院的治疗，离开了那里，过上正常的生活。艾洛迪的症状也有所缓解。后来沃尔克把艾洛迪杀死之后，自己又逃回了精神病院，并在那里被收留下来。而等到20年后，伯爵夫人为了让玩家直面自己的罪行，他又仿效艾洛迪，把玩家洗脑成了一个侦探，让自己一步步查出自己的过去。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就算是玩家侦探的身份，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伯爵夫人设计好的。等玩家终于明白过来，夫人掏出枪，一枪把玩家给崩掉了。那么总体来讲，这款游戏算不上啥大作，流程短，优化也一般，但优缺点特别明显。先说缺点，其实本作的游戏解谜是比较难的，但并不是难在逻辑，而是引导性太差。我们之前聊过的雕像谜题里面，它的提示只有在最终才有反馈，中间是没有任何阶段性反馈的，只有4个全队才能开门。所以我在解谜过程中，除了第一次解谜过程是错的，后续的解谜过程都是正确的解谜方法。可是呢，都没有任何的反馈效果，所以我在解谜过程中会非常疑惑这个解谜方向是否是正确。还好最终是解谜正确了。然后另外游戏中的有些密码锁线索隐藏的没有太强的相关性，就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卡关。比如说我们之前进入到了沃尔克的病房中，他的门口有个密码锁，他是1368号病人，但问题是我们并不知道哪间房间是他的病房。那我们需要把1368在所有的房间都试一遍吗？而且这个1368号的病人是他的病号，他竟然跟门的密码锁是一样的，这个联想也似乎有些牵强。如果沃尔克门口的密码这么简单的话，那么任何知道沃尔克病号的人都很容易把它放出去。再说说游戏的亮点，游戏的剧情和氛围还是不错的。人格分裂的设定虽然不算新鲜，但是有2层洗脑的反转。艾洛迪20年前把玩家洗脑成船长，后续伯爵夫人又把玩家洗脑成侦探，这是非常让人惊喜的。所以到了最后，玩家才发现自己的身份都是假的，逻辑闭环是做得非常缜密的。第2点是游戏中加了一些恐怖元素。本作虽然不算是纯粹的恐怖游戏，但森林追杀、黑影闪现、有意思的兔脸杀，而且不滥用兔脸杀，这些元素刚好能够缓解了硬核解谜的枯燥，节奏有些变化。第3点是细节比较到位。本作中又有1945年的复古设定、福尔摩斯式的办公室、荒废庄园的阴森感。这些建筑虽然不是大制作，但是还原度还是比较高的。另外就是人物有一些动捕做的比较自然，代入感很强。总的来说，这款游戏是一款小众但是比较良心的悬疑解谜游戏。游戏的剧情做的还比较闭环，反转还不错，就可能会存在一些卡关的小问题，画面优化一般，但是也真心值得一试。当然，你看了本期视频的话，可能是尝试欲望比较低的，因为剧情的内容和最大的谜题我已经告诉大家了。
那我平常比较喜欢这类悬疑游戏，接下来会专门开一个悬疑游戏系列的评测。除了以往的聊游戏故事，还有好评游戏的评测、游戏行业相关的内容以外，我会再开这个系列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欢迎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